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小先生1号。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上帝存在的证明。那有人听了这个选题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好证明的呢？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者啊，上帝就是不存在的呀。干嘛？你这是想宣扬有神论啊？咱先别着急下定论啊。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他们都在试图用理性、用知识来阐明那个终极存在者的存在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门学问叫做神学。神学简单说呢，就是运用知识和理性来研究有关神的学问。神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对吧？你说你是研究有关神的学问，这个神首先得是真实存在的，对吧？这个事儿首先得确立吧。那怎么确立呢？那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当然就不是通过跳大绳这方式来确定的，你必须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同理，如果你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同样的，你也需要运用理性来辩驳。所以为了掰扯清楚这个大问题，我们今天将会分享5种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方案。这5种证明方案分别是托马斯·阿奎纳所主张的宇宙论证明，安瑟尔默主张的本体论证明，威廉·佩利主张的目的论证明，迈克尔·贝西等人主张的智能设计论证明，以及理查德·斯温伯恩等人主张的宇宙微调证明。在提出每种证明方案的同时我们也会分享对这种方案的反驳，最终你来评一评这些证明方案能否成功。好，下面进入会议正片，首先有请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出场。咱们这个小节目是个理性讨论的节目啊，为了今天的讨论不歪楼，为了保证咱们今天的讨论质量，在正式进入这个开会吵架环节之前先提醒一下今天参与讨论的2点注意事项。第一，本期节目无关宗教信仰，是理性上的智力游戏。其实上帝存在的证明是一个非常经典、非常有意思的哲学问题。我们今天既会介绍证明，也会介绍反驳，正的反的都会说，最终还是为了享受哲学思辨的快乐。那第2点注意事项就是无关文化差别，是跨文化的终极存在者。这就是说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上帝并不一定就是西方的那个上帝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咱们中国知识分子讲的天或者天道，或者咱们中国老百姓讲的老天爷，对吧？上帝这个词在先秦时期就是个中国词嘛，就是指那个超越于大自然并且主宰大自然的那个终极存在。它可以是人格化的，它也可以不是人格化的。提这第2点的意思就是说咱们今天的讨论就不要现在到底是你家的佛爷更厉害，还是我家的大神更强大这种山头之争这就歪楼了，对吧？咱们的讨论的焦点更多集中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么一个超越于大自然并且主宰大自然的终极存在者。那方便起见呢，咱们今天的节目里面统一把这个终极存在者都叫做上帝。如果你觉得这个词你听着不习惯的话，自行换成什么老天爷设计者外星人42大一统理论巨型真理体系意大利面好，说完注意事项，下面我们就来正式介绍第1种证明方案，托马斯·阿奎纳的宇宙论证明。这个宇宙论证明就是说我们通过研究这个宇宙是怎么产生的，就会必然推导出使得这个宇宙产生的原因就是上帝，对吧？这听起来就有点这个物理学味道了，对不对？那阿奎纳具体是怎么证明的呢？他说首先我们去观察世界上的万物我们会发现无论万物的生灭还是运动都有其原因，对吧？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柳絮在空中飞扬，那肯定是有它原因的而且呢，这个原因它不是柳絮自己造成的，对吧？它不能自己动它的原因必须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事物。比如说柳絮的飞扬的原因就是因为风，也就是说空气流动带动了柳絮的运动。那么同理呢，之所以空气能够流动呢，它肯定也是需要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地球表面的冷热不均造成了大气流动，而地球表面的冷热不均又是因为太阳辐射造成的，那么这个太阳辐射也是有它的原因的呀。那么以此类推，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宇宙就存在着一个因果链条。那么我们沿着这个因果链条一直往前追溯，它必须终止于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不再需要其他原因了，它自己只是纯粹的原因。它就是那个不动的第一推动者，它开启了整个宇宙的存在、运动和变化。这个源头我们称之为上帝这就是阿奎纳的宇宙论证明这个证明的底层逻辑就是第一，自因是不成立的，也就是事物自己不能作为自己运动的原因，得从别处找原因。因此第2，存在着一个因果序列。而且呢，第3，在这个因果序列上呢，无限回溯是不成立的，因此这个因果序列呢，必须定于一个不再有其他原因的第一因这个第一因就是上帝。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无限回溯是不成立的。这意思就是说这个链条必须是有限的，哪怕你倒推的次数再多你倒推了10的100次方，哪怕这个数再大，它也得有个数，对不对？这就像这个多米诺骨牌一样，它总得有个头总得是一开始有人推了一把，对不对？你不能搁那儿无穷倒推为什么就不能搁那儿无穷倒推呢？阿奎那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去掉原因，也就去掉了效果。所以，如果在这些成因之中没有第一物的话，也就不会有最后一物或者中间物质存在。如果成因无限的推演下去的话，就不会有第一个成因，如此也就不会有最后的效果和中间的成因，而这却很明显的不是事实。所以，必须承认有一个第一成因，大家都称之为天主。我来翻译一下阿奎那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比如说这个宇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因果序列的话，你想啊，如果这个序列不能定于一个源头的话，也就是如果没有那个第一个生下的鸡或者蛋的那个宇宙大鸡头的话，那么后面的鸡和蛋都不会存在啊，对不对？那么既然我们观察到这个世界上既有鸡也有蛋，那么就说明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序列必然有个宇宙大鸡头的嘛，对不对？如果你还是没 get 到的话，我再换一个通俗的例子啊，就如果有一束光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了啊，就是你看到一束光了，你会问啊，这个光是从多远射过来的啊？答案是从太阳那边射过来的啊，距离你有1.5亿公里，因此需要8分钟才能从太阳那边射入你的眼睛，你看到的光都是8分钟之前的嘛。但是如果有人说有一束光啊是从无限远的距离射过来的，那你就会觉得这很不可理喻啊，因为如果是从无限远的距离射过来，那需要无限久的时间啊，那你就永远也看不到这束光了呀。所以既然你能看到这束光，你就能确定这束光必然是有一个有限远的源头的。好，这就是阿奎那的意思啊，无限回溯是不成立的。那既然我们能够看到宇宙万物都存在着，那么万物生灭运动的因果序列必须定于一个源头，而这个源头就是上帝。其实阿奎那在这里是借鉴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个不动的第一推动者的概念，这也是长久以来西方人的世界观啊。可以说啊，牛顿力学也是这样的世界观，对吧？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那牛顿也是认为，你推导到最后，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第一推动力来开启这个宇宙，而这个第一推动力就是来自于上帝。这就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你觉得这个证明有道理吗？好，介绍完宇宙论证明，下面我们来介绍对宇宙论证明的批评。当然啊，对于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个宇宙论证明的批评呢，有很多是集中在就是你的这个第一推动者凭什么是你们家基督教的上帝啊？他为什么就不是我们家的佛爷啊，或者我们家的巨星真理体系啊，等等等等啊。这一类的批评啊，我们在这儿就不详述了。之前也说了，我们今天就不在这个文化之争的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了。问题并不在于上帝之名哪家强，问题在于这个宇宙的产生啊，需不需要上帝来赋予这个第一推动力呢？对此呢，德国哲学家康德对于宇宙论证明提出过一个批评，就说呢，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呢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对因果范畴做出了超越于经验的非法运用啊。这话什么意思呢？就你阿奎那提出的这个宇宙论证明呢，它的合理性或者说它的卖点就在于，我不跟你扯信仰嘛，我跟你讲物理学嘛，啊，我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康德就问了，你的这个证明里面真的全都是摆事实讲道理吗？真的就没有一点信仰在里面吗？确实呢，阿奎那根据对经验事物做的考察和归纳啊，整出了一个经验事物的因果序列，这都没什么毛病。毛病就在于你在做倒推的时候，怎么就能从经验事物的因果序列突然就跳到一个超越于经验的第一推动者了呢？啊，这就是对因果范畴做出了超于经验的非法运用了嘛？因果范畴只能运用于经验事物，你把它运用到一个超验事物上，这算什么啊？你前面的因果追溯呢，都可以说是理性的推导啊，但这个从经验事物挑到第一因，却是一个信仰的飞跃，所以你这就不是一个理性的证明呐，你是本来就信这玩意儿，然后做了一个循环论证，把有待证明的结果当成了用来证明的论据。另一种与此相关的批评呢，来自于英国哲学家罗素，他认为宇宙论证明犯的错误叫做合成性谬误啊，罗素也把它叫做部分与整体的谬误。这意思就是说呢，从一个整体的每个部分都具有属性 P， 就推导出这个整体也具有属性 P 啊，这是一个谬误。1948年，罗素与英国神学家科普尔斯顿在 BBC 广播电台上进行了那场著名的上帝是否存在的辩论啊。当科普尔斯顿抛出了宇宙论证明的时候，罗素就拿这个合成性谬误来进行了反击。罗素就说呢，宇宙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有自身之外的原因，并不能推导出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就必须要有一个超越于宇宙的原因。而宇宙论证明呢，犯的就是这个错误。罗素还打了个比方说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妈妈，但是你并不能因此推导说整个人类都有一个妈妈，这完全是不同的逻辑领域。好，这就是对宇宙论证明的批评。你觉得这些批评站得住脚吗？当然啊，关于是否需要这个第一推动力啊，一些现代的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些更简洁、更省事的替代假说，而在这些假说里面就不需要劳烦人家上帝了。当然了，这些假说我们放到后面讲智能设计论的时候再来介绍啊。好，介绍完宇宙论证明及其批评，下面我们来介绍安瑟尔默的本体论证明。那啥叫本体论的证明呢？
啊，这个本体论的证明啊，是一种先天的证明，是相对于后天的经验论的证明而言的。那啥又叫后天的经验论的证明呢？啊，就是我们去观察这个世界，去搜集经验证据吧。就比如说，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事情解释不通，就比如说发现了一些奇迹啊，什么红海被分开了呀，什么无病二鱼就喂饱了全村5000个人啊，就觉得这事儿呢，用自然本身就解释不通，那肯定是超自然的上帝干的，对不对？其实啊，阿奎那的宇宙论的证明啊，也是一种经验论的证明，就是你必须去先观察这个世界，搜集经验证据，然后发现这个世界有个因果序列，然后才能据此推导出上帝存在，对不对？那安塞尔默就会说，大哥，咱是哲学家咱哲学家的眼睛是用来观察世界，是用来做田野调查的吗？咱哲学家的手是用来摆弄实验仪器，是用来做实验的吗？对吧？这就像这个理论物理学家鄙视实验物理学家一样啊，就是你们通过搜集经验证据来证明上帝存在，这都落了下乘。咱哲学家呀，只需要躲在自家小书房里面，坐在扶手椅上面，就搁那儿思辨，冰冷无情的思辨，然后通过逻辑推导的方式，就能推导出上帝必然存在。这就是一种先天的本体论证明。而且要知道啊，经验证据是具有豁然性的，而逻辑推导是具有必然性的。我要是在逻辑上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你再怎么反驳都反驳不掉。怎么样，厉害吧？好，我们来看安塞尔默是怎么来推导的啊。安塞尔默说啊，首先啊，我们要给上帝下个定义，对吧？这个定义明确才能做推理嘛。那上帝的定义是什么呢？咱啊就甭扯那些具体层面的事儿啊，什么到底上帝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啊，能不能把海水分开啊，或者说上帝说哪国语言啊，这些具体的事儿都不重要，我们就说最根本的。从最根本上来说，上帝之为上帝，就是指上帝最大嘛，对吧？如果还有另外一个存在者，他比上帝还大，那上帝就不是终极存在了，他就成了二把手了，那上帝就不是上帝了，对不对？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了，对不对？所以呢，上帝的定义必然就是上帝是最伟大、最完满、最无与伦比的终极存在者。好，有了这个定义以后啊，这时候啊，那些不信神的人就会来抬杠说，就是说并不存在这样的上帝啊。你安塞尔默做的这个定义呢，什么最完满的终极存在者，它只是个概念，它只存在于概念之中，或者说只存在于你们这些信徒的心灵之中，但在现实之中并不真实存在。安塞尔默说，好，就等你们说这句话了，只要你们能设想这么一个最伟大、最完满的概念，那么这个最伟大、最完满的概念必然真实存在，否则就会陷入自相矛盾。证明完毕。这就是安塞尔默的证明过程。那是不是一下子没听懂啊？我给你们再来拆解一下。其实这个本体论的证明啊，还可以拆解为一个三段论。大前提是上帝是我们所能构想出来的最为完满的概念，小前提是最为完满的概念必然存在，结论就是上帝存在。首先对于这个大前提呢，我们之前说了，这其实就是上帝的定义嘛。上帝的定义就是上帝最大嘛。如果有比上帝更伟大更完满的，那上帝就不是上帝了，这就自相矛盾了，对不对？所以上帝就是最伟大最完满的，这个之前说过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前提，你安塞尔默凭什么说最为完满的概念必然存在呢？对吧？这就是刚刚提到的不信神的人说的，就是这个最完满的概念啊，它只是个概念，只存在于你们这些信徒的心灵之中，但并不真实存在。安塞尔默这时候就通过反证法来证明小前提也为真，就说呢，好，就依你们说的啊，就有这么个概念 A， 它是最完满的概念，但仅仅存在于心灵之中，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那么我们就还可以设想另外一个概念 B， 它不仅最完满，而且它还真实存在。那么这个概念 B 就比之前那个仅仅完满但并不存在的概念 A 更为完满，因为它还多了一个存在嘛。因此这个最为完满但并不存在的概念 A 就不是最完满的，因此就出现了矛盾。因此最为完满的概念必然存在，所以上帝必然存在。证明完毕。对于这个证明过程，笛卡尔、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直呼内行。反正数学家都挺认安塞尔默的这个证明的，像笛卡尔、莱布尼茨以及哥德尔后来都沿用了安塞尔默的本体论证明的思路来证明上帝存在。如果没反应过来的朋友，可以回到前几秒的板书那里按个暂停，感受感受其中有没有一种逻辑必然性。好，介绍完安塞尔默的本体论证明，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对他的批评。对安塞尔默本体论证明的批评呢，在安塞尔默同时代就有人提出了。当时有一个修士叫做高尼罗，他就来反驳了。高尼罗用的是归谬法来反驳安塞尔默的证明逻辑的，就是我用你的证明思路呢，来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从而也就反驳了你的证明思路了嘛，对不对？高尼罗就说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最为完满的岛屿这岛上要啥有啥，什么金山银山、游戏机、冰激凌、可乐、炸鸡腿、不限流量的无线网反正要啥有啥，是一座完美的岛。那么这么一座完美的岛必然存在。那显然这个就是很荒谬的嘛。高尼罗就说安塞尔默的证明思路呢，什么最为完满的概念必然存在，就像说这个最为完满的岛屿必然存在一样荒谬，对吧？这一点尤其我们单身狗直呼内行，我们心目中都有一个
最完满的女朋友的概念，对不对？这个女朋友下班以后会给你做香喷喷的晚饭，吃完晚饭夜深人静了以后呢，还陪你聊伊朗伊拉克，聊康德黑格尔。但是这个最完满的女朋友也只是个概念而已。对于高尼罗的这个批评呢，由于是同时代的人嘛，安瑟尔莫也给出了回击。安瑟尔莫就说呢，就是你高尼罗拿一座岛来说事儿，这是哪跟哪儿啊？你拿一座岛来反驳我是无效的，因为我的本体论的证明呢，仅适用于用来证明上帝这种最完满的存在者存在的。一座岛屿它就算再完满，它也是有限之物啊。一个再完满的有限之物，就算它的概念里面并不包含存在，它也不会导致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嘛，对不对？这高尼罗拿一座岛来说事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啊，他就让我说啊，最完满的概念是上帝，你非得跟我说意大利面也是上帝，意大利面能是最完满的吗？意大利面能管饱5000个人吗？管不了，没那个能力。哎，你一听发现安瑟尔莫的这个回应还是有些道理的，对吧？人安瑟尔莫一开始就说了，本体论的证明呢是先天的证明，是逻辑上的推导，不涉及具体的经验事物。所以你拿具体的经验事物来做论据，就并不能反驳本体论的证明，对不对？就好比说我们设想的这个 imaginary girlfriend 呢，它就算再完满，它也不是最完满的概念。最完满的概念只能是上帝，最完满的概念本身必然存在。女朋友不存在，并不能说明上帝不存在。当然，这一点也告诉我们啊，证明女朋友存在比证明上帝存在更难。当然了，高利罗在反驳中没有掰扯清楚的话，被后世的另一位哲学家康德说得更清楚一些。康德对安瑟尔莫的本体论证明呢，给出了更为系统的批评。我们之前提到过，康德对宇宙论的证明呢，提出过批评。这里呢，康德又来批评本体论的证明了。说明一下，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里面啊，对各种上帝存在的证明都给出了批评啊，包括本体论的证明啊、宇宙论的证明啊和目的论的证明。康德把这些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叫做理性神学。康德对这些理性神学逐一给出了批评。而这倒不是说康德在主张上帝不存在啊，康德自己也是信上帝的啊。康德的意思是说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最根本的东西啊，比如说上帝存在啊、自由意志啊、灵魂实体啊，是超出我们的理性和知识的范畴的，它不是科学知识的对象，而是属于信仰的对象，因而就不存在一种所谓的理性神学。当然，科学和理性并不能否定上帝存在，但是科学和理性也并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你试图用科学、用理性去证明上帝存在，你的证明必然是有 bug 的啊！用康德的话说，就必然会造成逻辑上的二律背反。好，我们说回来啊，康德是怎么反驳本体论的证明的呢？康德说啊，安瑟尔莫搞混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这两种不同的命题的用法了。那什么叫分析命题呢？就类似于同义反复嘛，它没有增加新的经验知识。就比如说三角形有3个角啊，这就是个分析命题。那在这个分析命题中呢，谓词是包含在主词之中的，所以你一旦提出三角形这个主词，也就必然把谓词有3个角给带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你说上帝存在，这可不是个分析命题啊，这是一个综合命题。因为上帝到底存不存在啊，这是不能从上帝这个主词里面给分析出来的。上帝是否存在，并不蕴含于对上帝的定义之中啊。用康德的话说啊，存在并不是一个谓词，也就是说，存在不是一种实体的属性嘛。所以你就不能先给这个主词下个定义，说上帝是个最完满的概念，然后从这个主词中分析出它必然存在了。一个东西是否存在啊，是需要到经验世界里面去验证的。这就像什么？这就像你构想一个完美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这事儿呢，你只需要在脑子里面想想就行了。但是如果你要找到一个真实存在的女朋友，你首先得出门啊。这就是康德对安瑟尔莫的本体论证明的批评啊。但是呢，后来也还是有一些哲学家，就比如说黑格尔吧，他就认为康德的这个批评啊，其实也就是高尼罗批评的翻版，逻辑还是一样的，就是非得让人家数学家出门啊，拿一些经验作为证据去反驳人家安瑟尔莫的先天证明。那你觉得康德的这个批评站得住脚吗？好，介绍完安瑟尔莫的本体论证明及其批评，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对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证明。对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证明呢，也叫做设计论的证明啊，就是我们去观察这个世界啊，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万物啊都是这么和谐、这么有序啊，这个山川树木、日月星辰、花鸟鱼虫都有各自的位置，而且呢都有各自的目的，尤其是我们动物和人类身上的各种器官啊，都是如此的精妙。如果再细化到微观领域啊，什么脱氧核糖核酸啊、核糖核酸啊、葡萄糖啊、ATP 转化酶啊，这些个精妙的结构，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简直就是鬼斧神工啊！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如此精巧，巧到我们很难相信这些个秩序是偶然产生的，所以这一切背后必定有一种有目的的精心安排，对吧？背后的原因令人暖心。那么这个背后的设计者，我们称之为上帝。这个目的论证明的核心思路，用一句话说就是这个世界的秩序啊太精巧了，必须要有个有目的的设计才能解释得通啊。这个有目的的设计来自于上帝。这个目的论证明或者设计论的证明呢，被18世纪的神学家威廉佩利表述得更为形象啊。佩利说呢，
如果我们在这个荒野里面看到地上有一块表我们肯定不会认为这块表是无缘无故的偶然出现在这里的，因为这块表实在是太精密了，它肯定是被钟表匠设计出来，然后被放置到了这里。那么同理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是如此和谐精妙，我们据此也可以推断，一定是某个智慧的设计者设计并且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设计者我们称作上帝。这个目的论的证明呢，也是一种最佳解释论证。它不像这个本体论证明那样是通过逻辑推导出来的，而是呢，我们去观察这个世间万物发现这个宇宙的秩序是如此巧妙，这是一个事实。然后呢，我们就要通过素因推理来为这些个奇妙的事实找寻一个最佳的解释。那么一个有目的的刻意安排和设计，就能把这些个奇妙的事实解释得通了。那如果不是这么解释的话，你告诉我宇宙万物并没有经过某种刻意的安排，说是偶然产生的，那就太说不通了，或者说概率太小了，对吧？这就好像呢，你让一只猴子按打字机，哪怕你给这只猴子多少次尝试的机会就算给它10的100次方的尝试机会它都不可能碰巧打出一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好，这就是目的论的证明，宇宙太精妙，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必须要有一个有目的的设计才能解释得通。好，介绍完目的论的证明，下面我们来介绍对它的批评。对目的论证明的批评呢，首先呢是针对它是否是一种最佳解释论证的批评，也就是说呢，它用上帝的设计来解释这个世界的秩序是不是一种最佳解释？我们知道佩利的论证呢，它并不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推导，而是建立在类比的基础之上的。就是你看我们人造的东西，就比如说钟表，都是被钟表匠有目的的设计出来的，而这个世界呢，就像钟表一样精密，所以一种最佳的解释就是这个世界也是被设计出来的喽。这倒不是说用类比来做论证是无效的，而是要看用来类比的两个东西之间的相似度有多大。那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就评论说，这个钟表和世界的相似度也太弱了吧，这个相似度更像是一种文学上的比喻，就是你看这个世界好像一块表对吧？这就是小学生造句的水平，一个建立在如此弱的相似度上的类比论证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另外一种针对最佳解释论证的批评呢，是来自于黑格尔的批评当然黑格尔的这个批评不是专门针对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证明的，而他在哲学史讲演录里面评论像笛卡尔、莱布尼茨、贝克莱他们的哲学理论用的，就说呢，上帝对他们而言就是个大阴沟，就是他们自己的哲学解释不清楚的事儿，就往这个阴沟里面一丢，说是上帝干的，就把这事儿给解释了。所以呢，这个目的论的证明呢，它就不是一种最佳解释论证，反倒像是一种偷懒的解释，就是稍微遇到点解释不通的事儿，就说是上帝他老人家干的，那这在智力上也太偷懒了吧。好，这是对目的论证明是否是一种最佳解释的批评。另外呢，对目的论证明造成更大杀伤力的批评，就是说呢，我们承认这个世界的秩序还是蛮精妙的，但是关键问题在于，秩序非得由设计者安排出来吗？由此引出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或者更准确的翻译叫做演化论。达尔文自己是信上帝的，他提出演化论并不是为了反驳上帝的存在的，但是这不影响他的理论本身造成了一个效果，就是使得这个世界不再额外需要一个设计者就能自行演化出一种互相适应的状态。也就是说，演化论推翻了目的论。按照自然选择的逻辑，大自然没有人格，没有目的，并不是有一个设计者故意要把大自然设计得如此精妙，而只是通过试错的算法，也就是环境会发生各种变化，生命体也会发生各种基因变异，这些变化和变异都是偶然的、无目的的，是没有方向的，变化成各种各样的样态。其中不能适应环境的生命就会被筛选出局，能够适应环境的生命会被选择下来、遗传并且放大。那么在亿万年的时间作用下，这个星球上所幸存下来的生命都特别适应环境，不同的物种与物种之间也能够互相适应，所以显得世界整体十分和谐。但是你要知道你看得见的是被试错筛选下来的世界显得十分和谐好像里面有个安排一样，而你没看到的呢，是那些在试错算法中被淘汰出局的那些牺牲品。自然选择对这些牺牲品可不是十分和谐哦。所以呢，如果你只是站在一个马后炮的视角来看待这份和谐，试图为这份和谐找一种特殊的解释，那只是幸存者偏差造成的自作多情而已。后世的科学家们呢，把达尔文的这套演化论的自然选择逻辑扩大到了非生命的物质世界里面只要是会发生变化的东西，都可以用自然选择的逻辑来解释，无需额外附加一个设计者。因此呢，整个宇宙都是自行演化出来的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到宇宙演化成一锅粥，然后到原子的出现，再到恒星的出现，再到比如像我们地球这样的行星出现，再到生命的出现，再到出现了我们人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自行演化出来的，并不需要一个设计者来安排。你们看这个科学理论一出，这个目的论者给世界额外附加一个设计者，就显得很无力了，对不对？那是不是说目的论就完全被扑灭了呢？当然没有，科学并不能完全扑灭目的论，因为目的论者也会学习科学。目的论者说，
聊生物学是吧？你跟我聊生物学是吧？你清高，你了不起，就你懂生物学是吧？我们这个阵营里面也不是没有生物学家，生物学家上。当科学与目的论结合之后，古老的目的论有了现代升级版，那就是智能设计论。所谓的智能设计论认为呢，这个世界啊是由一种比人类更高级的智能所设计出来的。当然了，这其实还是一种目的论的证明或者设计论的证明。可以说呢，智能设计论啊就是一种现代版本的目的论，它和古代版本的目的论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就是说呢，这个世界十分精巧，巧到必须要有一个有目的的设计才能解释得通。只不过呢，此前那种朴素版本的目的论被人说成是小学生造句水平嘛。那么好，我们就去学习科学知识，从生物化学方面提出一些过硬的事实，通过这些过硬的事实表明，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巧了，巧到真的很像一块表。我们之前说了，对于传统的目的论啊，达尔文的演化论造成了极大的杀伤。那么这么一批现代的智能设计论者啊，他们面临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怎么样回应演化论，对不对？智能设计论者啊，需要指出演化论是错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演化论不能解释这个世界为何如此复杂。美国生物化学家迈克尔·贝希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不可化约的复杂性。那啥叫不可化约的复杂性呢？就是说啊，一个系统的整体是由好多部分构成的，对不对？那么这个系统如果少了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无法运作，所以对于这个系统的整体的运作啊，每一个部分都是不可化约的嘛，所以这个系统就具有不可化约的复杂性。贝希就拿捕鼠器啊，也就是这个老鼠夹子做了个例子啊，就说呢，一个捕鼠器由5个部分组成，一块木质的平板，一个金属的锤子，一个弹簧，一个抓手，以及一个在设置陷阱时用来卡住锤子的金属棒啊。我们看啊，一个捕鼠器的这5个部分啊，如果任何一个部分被去除掉，那么这个捕鼠器整体就不起作用了，对不对？所以呢，对于像捕鼠器这种装置呢，它必须是由一个设计者事先在通盘考虑整体想要达到的功能啊，它得先有这个目的啊，然后才能根据这个整体想要达到的功能呢，再倒过头来去设计各个部分，最终呢才能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才能实现那个一开始就想要实现的目的，对不对？那么同理呢，生物体和生物体的器官啊，也是一种不可化约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整体啊，少了其中哪个部分都运作不了。就比如说这个人的眼睛也是一个复杂系统，它是由视网膜、晶状体、眼角膜等部分组成的，而且呢，它还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啊，而是以特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才能造成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最终呢，才能让眼睛能看见。这就是不可化约的复杂性。好，下面问题就来了啊，对于这种不可化约的复杂系统，请问演化论怎么解释？这些复杂系统的不同部分是怎么做到？第一，各自分别演化出来。第二，更重要的就是这些不同的部分呢，最终还能以同步的演化节奏，协调一致的组合在一起，实现一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能呢，对吧？对于这种大型工程，如果没有一个设计者来统一调度的话，通过自发的演化是根本不可能形成这种不可化约的复杂系统的。这就好像说呢，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打出了莎士比亚全集，你说它是乱打的，它可不是乱打的。唯一可能的最佳解释就是他练过3-4年泰拳啊，不是，他的打法是被有目的的刻意训练和安排过的，对吧？训练有素是有备而来。所以呢，演化论讲求生命体是自发的、偶然的演化出来的，这就相当于说是乱打打出了莎士比亚全集啊。但是乱打可是打不出这种不可化约的复杂系统的，所以呢，演化论就是错的。所以更合理的最佳解释就是不可化约的复杂系统是被更高级的智能设计出来的。好，介绍完智能设计论，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对它的批评。如果要对智能设计论者进行回击啊，演化论者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复杂系统是怎么无需通过刻意的设计而自行演化出来的。其实啊，从根本上来讲啊，演化论者要回应的质疑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啊有好多东西这么巧到了出现了像眼睛这种精密的生物系统啊，就好像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打出了莎士比亚全集啊，你跟我说它是乱打的，也就是靠这个试错试出来的，这就好像没什么说服力，对不对？但是呢，演化论者会坚持说它就是乱打的，它就是靠不停的试错试出来的。你听起来好像觉得不可思议，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乱打的次数足够多啊。理论上呢，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碰巧打出莎士比亚全集啊，也并非不可能，只要你给这只猴子足够多的尝试次数。就比如说，如果这只猴子呢能在40亿年中每天坚持打字，那么它碰巧打出莎士比亚全集的概率啊就并不是那么小。我们通常在这个科普读物上啊看到这个生命的演化史啊，就是在这个一页纸上画一个时间轴，从生命的起源开始，到原核生物，到真核生物，到海洋生物，到陆生生物，再到哺乳生物，最终到演化出咱们人类啊。这种展示方式呢，容易给我们造成2种相互关联的错觉。
第一呢，就这个生命演化史呢，看起来好像唰唰唰很快的样子。第二呢，也正是因为看起来很快的样子，就显得这个生命的演化呢，好像有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必然方向，好像被谁安排好了似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期间可是经历了将近41年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猴子在打字机上打了41年的字啊，只要这个试错的次数足够多啊，那么生命的演化总体上就会有一种朝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注意哦，这倒不是说什么冥冥之中有个刻意的安排在安排着生命变得复杂啊，而就是一种可以说就是一种冰冷的数学规律。这个古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就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无需刻意安排就变得复杂的机制啊。古尔德就说呢，这个生命的演化之路啊，就好像一个喝醉了酒的醉汉从酒吧回家的路。这条路呢是一条狭长的小道，路左边呢是一堵墙，路右边呢是一条沟。按道理说呢，这个醉汉喝醉了酒嘛，走路东倒西歪的啊，一会儿向左倒，一会儿向右歪，是高度随机的。我们假定啊，这个醉汉向右边倒呢，就代表这个生命啊朝着更复杂的方向演化，而随机往左倒呢，则代表着生命朝着更简单的方向演化。那么只要这条路足够长，长到像41年那么长，那么这个醉汉啊就必然会掉进右边的沟里面嘛？为什么呢？因为左边有一堵墙啊，醉汉每次往左边倒的时候，他就撞到这个墙上会被弹回来，对不对？而这个墙是什么呢？这个墙就代表着生命演化无法再简化的最小单元嘛，就是像细菌这样的单细胞生物嘛。而且确实啊，目前地球上最多的物种就是单细胞生物啊。但是呢，你演化到这个地步就没法再简化了嘛，再简化就没了，对不对？所以生命啊，在往简单方向啊是有天花板的，而往复杂方向则没什么天花板，所以显得生命的演化呢有一种变得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但是话说回来啊，这并不意味着生命的演化本身偏爱变得复杂，或者说被谁安排的变得复杂，就好像这个喝大的醉汉啊，东倒西歪的，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有意识的目的一样。好，这就是演化论者对于智能设计论者的一个总体上的回应啊，就是生命本身无需安排，自身就会朝着复杂的方向演化。那么具体而言，对于贝西提出的不可化约的复杂性，演化论者会怎么回应呢？就比如说像眼睛这种复杂系统，演化论者需要回答之前提到的2个问题啊，就是第一，各个部分怎么分别演化出来；第二，这些不同的部分呢，最终还能以同步的演化节奏、协调一致的组合在一起，实现一种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功能呢？演化论者对此的回答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从这个马后炮的视角看起来啊，一个复杂系统的各个部分好像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整体的功能而演化出来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实现这个整体的功能之前呢，这个各个部分啊，本来都是有其他作用的，它们都是各自无目的的演化的，然后呢，机缘巧合的才凑成了目前这个整体。就比如说呢，这个鸟儿能飞啊，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它要求鸟类不仅要有羽片式的羽毛，还要求鸟类有特殊的心肺结构，还要求鸟类有特别发达的小脑，等等等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能使得鸟类能飞，这些因素缺一不可。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不同的部分啊，起初并不是为了鸟类能飞而刻意朝着这个方向演化的，而是原本都有各自不同的功能的。就比如说这个鸟类的羽毛啊，羽毛本来可能是因为保暖的功能才被自然选择筛选下来的啊。当然，保暖并不需要现在这种羽片式的羽毛啊，而只需要绒毛就够了。那后来鸟类的祖先能够演化出羽片式的羽毛，是由于性选择的炫耀性择偶作为动力，才使得鸟类祖先的羽片式的羽毛进入了正反馈式的发展啊。最终由于一系列机缘巧合的原因，才碰巧发现这种羽片式的羽毛还有利于飞行。这个史蒂芬·古尔德啊，把这种本来是一种功能的东西，然后歪打正着的有了其他功能的现象，叫做扩展适应 （acceptation）。我们可以发现啊，生物演化史上有大量这种扩展适应的现象。我们再举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啊，这就好像金州勇士队获得了2022年的总冠军啊，各个队员之间配合的特别娴熟啊，这个水花兄弟这个库里和汤姆森之间配合的特别好，所以得了总冠军了嘛。但是你不能倒过来说，他们俩从小就是为了勇夺2022年的总冠军而活着的，甚至说库里他爸和他妈第一次相识就是为了勇夺2022年总冠军而在一起的。人家小时候各自都有其他的生活目标的，然后呢，各个队员长大以后歪打正着的组成了一个球队，然后歪打正着的磨合的特别好，然后才歪打正着的获得了2022年的总冠军。你以马后炮的视角来看啊，好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你没看到的是被自然选择淘汰掉了的那些东西啊，太多太多了，对吧？打不上 NBA 的好苗子数都数不过来。演化就是试错，试错就得赶巧，关键就在于还是之前说的这个试错的次数足够多啊。好，那么现代目的论者对演化论又祭出了新的一招，就是我们承认演化论啊，并且还承认那种广义的演化论啊，就是整个宇宙都是自行演化出来的。但是注意了哦，演化论的问题在于，它虽然能够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化，但是它解释不了宇宙存在本身。也就是说呢，演化论呢只能解释这个宇宙从1到100的过程，但是解释不了这个宇宙如何从0到1。
我们现在知道了啊，宇宙是在138亿年前从一个起点爆炸出来的。按照目前的物理学的说法呢，这个起点在经历了10的负36次方秒之后呢，突然经历了一次暴涨。这个暴涨的过程呢，也只有10的负33次方秒，也就是在这10的负33次方秒之内呢，宇宙的空间体积增加了10的78次方倍。那在暴涨结束之后呢，宇宙才按照后来的速度进行膨胀，此后才是符合广义相对论的宇宙啊。这就是说呢，在暴涨之后的宇宙发生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呢，咱都可以通过现有的科学规律来解释。但是问题在于暴涨之前的事儿，包括宇宙暴涨之前到底是个啥，包括为何这个起点会存在，现有的物理学都没有研究清楚。这就是说呢，现有的科学规律只能解释诸存在者，但是无法解释存在本身。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种奇迹需要有一个更高级的智能来安排，才能解释得通。对于现代目的论者这一说法呢，无神论者给的回应就是，现代目的论者在这里犯了一个叫做假的两难推理的错误。那啥叫假的两难推理呢？就说呢，就你看这个暴涨之前的宇宙力物理学解释不清楚吧？哦，因为你目前说不清楚，所以这肯定是由更高级的智能安排的。这就是假的两难推理啊！谁说目前物理学解释不清楚的，就非得由更高级的智能来安排？难道咱就不能暂时存疑，然后等待物理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来解决吗？其实我们说回来啊，也是有学者对这个宇宙为何起源从无神论角度给了正面的解释的。就比如说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就提出了一个叫做无边界假说的这么一个宇宙起源的假说啊。简单说呢，就是说呢，这个宇宙啊是无中生有的，宇宙大爆炸不需要再设定一个开启者了，因为宇宙大爆炸就是一个量子事件。宇宙呢在大爆炸之前啊处在一种量子叠加态，然后呢这个宇宙的波函数呢突然就坍缩了，于是呢它就无中生有的无缘无故的开启了宇宙大爆炸了啊，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总之就是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吧。当然现代目的论者并没有善罢甘休，现代目的论者说聊物理学是吧？你跟我聊物理学是吧？你清高，你了不起，就你懂物理学是吧？我们这个阵营里面也不是没有物理学家，物理学家上。于是他们就抛出了宇宙微调证明。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啊，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们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啊，我们也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上帝这2个字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节目的文字版，这也方便你通过文字阅读的方式参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这个宇宙微调证明呢，依然也是一种目的论证明或者设计论证明啊，底层逻辑还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宇宙太精妙啦，精妙到必须要有一个有目的的刻意设计才能解释得通。只不过呢，这个目的论者的知识水平又进一步提高了，不仅学习了生物化学方面的知识，现在又拿物理学来做论据了。那什么是宇宙微调 fine-tuned universe 呢？简单说呢，就是这个宇宙的一些最基本的物理规律和最基本的物理常数非常精妙，是没有理由的精妙，好像就是为了使得生命出现，甚至就是为了使得人类的出现而被某种高级智能微调过。当然了，这个主张宇宙微调证明的学者有很多了，也很难说到底是哪一个代表人物提出了这个证明啊。相对比较出名的有这个哲学家理查德·斯文伯恩，有这个物理学家罗素·斯坦纳德。甚至有人说啊，这个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啊，也算是对宇宙微调论持同情态度的学者。因为前2年杨老在一次讲演中有一段发言，就很简明扼要的科普了宇宙微调论的基本精神啊。我们先来听一下杨老的这一段1分钟的发言啊。如果你问我说是有没有上帝呢？那么如果你所谓的上帝是一个人形状的，那我想没有。你如果问说是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这个因为整个这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那么所以这些这么不偶然而力量这么大、影响这么大的东西是哪来的呢？我现在90多岁了，我这个年纪越大的时候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是在改。在20岁的时候，我会对于把这个造物者或者是自然形象化呢是坚决反对的。可是我年纪渐渐大了以后呢，这个反对这个的动力在降低。那我为什么缘故呢？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呢，自信心变小了，因为看见的东西、妙的东西多得不得了，自己觉得能够把这东西贯彻的了解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么所以如果你说这个就是比较多有宗教感，我想是一个正确的讲法。
好，简单科普完了宇宙微调的基本精神。那杨老说的那个所谓的妙的东西多得不得了，它到底妙在哪儿呢？它到底有多妙呢？好，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科普一下宇宙微调它到底调了个啥。我们要知道啊，现代物理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中的科学，成为所有科学中最硬核的内核啊，它最让人引以为傲的地方就在于啊，它是在第一性原理的基础之上啊，通过数学推导出来的一整套理论大厦，然后据此呢就能够解释世间万物了。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物理学家一直想给整个宇宙搞出一个大一统理论，或者叫做万有理论，就是能够把什么广义相对论啊、量子力学啊整合在同一个理论模型之中。其实也就是把我们刚刚说的现代物理学最让人引以为傲的那个特点啊发挥到极致，用一个简洁的数学模型来解释宇宙万物。这个爱因斯坦晚年一直在试图搞出一个统一理论啊，当然了，他晚年就一直耗在这事上啊，直到他去世都没能成功。虽然呢，直到现在物理学家的这个终极理想啊还没能完全实现，不过呢，目前的物理学家们呢已经提出了一个阶段性的准万有理论，叫做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呢，囊括了像夸克、氢子等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也囊括了强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这些物理的基本相互作用。除了没法解释引力啊，宇宙万物都可以还原为这套标准模型中的基本粒子和基本相互作用。但是问题来了啊，在这个标准模型中呢，物理学家惊奇地发现，有25个底层的自由参数是没有道理就被设定成这样的。那啥叫自由参数呢？就是说啊，这些参数它不是计算推导出来的，它只是恰好的取了这个值，没啥道理可言。这就好比说呢，这个通过数学啊推导出来的物理学大厦，它的最关键的一些底层的部件，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那么为啥又叫自由参数呢？也就是说呢，这些参数的取值啊是可以自由调节的，它们并不是非得取这个值，它们取别的值的话，这个物理学标准模型依然是自洽的。也就是说呢，这些参数取别的值，这个宇宙依然能够自洽的存在。但是只要自由参数哪怕是变动一丁点，这个宇宙就不会演化出生命，甚至不会产生星球，甚至连化学变化都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宇宙完全是可以存在的。那么问题就在于，是谁把这些可以自由调节的参数调节到这种允许化学变化、允许产生星球，乃至允许演化出生命的不多不少的正好的数值呢？这么说的太抽象了，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啊，我们都知道啊，精细结构常数阿尔法是量子电动力学里面的一个关键常数啊，用来表示电磁相互作用中电荷之间耦合的强度啊。它在标准模型中呢，也就是电磁耦合常数，所以任何电磁现象呢，都取决于这个精细结构常数阿尔法。但是问题在于呢，精细结构常数啊，它不是算出来的，而就是你写好方程以后呢，你必须手动输入这个数值，这个数值是实验测定出来的，实验测定出来它的取值就是137.035999139139。这个数值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哦，为什么呢？如果阿尔法的取值比现在这个取值偏差个4%，宇宙中就不会有稳定的碳元素存在。我们都知道啊，碳元素是构成我们现有生命的必要元素。那至于为什么这个精细结构常数非得取137.0359991391呢？不知道，没有任何道理。再比如说呢，上夸克和下夸克的质量啊，也是标准模型里面的自由参数啊。我们知道啊，世间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都是由电子和原子核构成的，而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而质子和中子都是由夸克组成的。区别就是质子是由2个上夸克加1个下夸克构成的，而中子是由2个下夸克加1个上夸克构成的。刚刚说了，上夸克和下夸克的质量也是自由参数啊。下夸克质量目前的取值呢，被设定的比上夸克大一些，所以呢，这就造成中子的质量仅仅比质子大0.1%左右，而这0.1%的差别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质子就会衰变成中子，就不会有稳定的原子核，而这就意味着这个宇宙没有化学变化发生。但是这个宇宙并不要求必须要有化学啊，没有化学的宇宙一样可以自洽的存在啊。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上夸克和下夸克的相对质量就被设定成目前这种不多不少真好的状态呢？我们再拿广义相对论里面的基本物理常数来举例子啊，比如说引力，如果这个宇宙的引力比现在稍微再强一点点，那么恒星就会变得不稳定，很快就会被燃尽。但另一方面呢，如果这个引力比现在稍微再弱一点点，那么恒星内部的压力就不够，根本无法发光发热。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引力被设定成目前这种不多不少真好的状态呢？引力只是其中一环啊，与此相关有太多其他因素需要和引力配合才行。比如说宇宙膨胀，我们知道啊，引力是把物质聚集在一起的力量，而相反呢，还有一种让宇宙膨胀的力量，这股力量来自暗能量。如果暗能量作用比现在稍微再强一点点，那么宇宙中的物质呢就没法受引力的影响而聚集成星球。那么如果暗能量的作用比现在稍微再弱一点点，那么大爆炸后的宇宙呢很快就会再次缩回去。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暗能量的作用就被设定成目前这种不多不少真好的状态呢？好了，这些基本的物理常数还有很多，篇幅有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里我们要注意啊，就刚刚提到的什么精细结构常数变动了4%就怎么样啦，什么质子的质量变动了0.1%就怎么样啦，这里都有个前提啊，就是在其他参数都不变的前提下，仅仅是这一个参数变动了一丢丢，化学就没有啦，星球就没有啦，生命就没有啦。
这就意味着所有这些不同的物理常数组合起来以后，那可供选择的区间就更小了，哪怕是变动一点点都不行。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目前所有这些参数的组合就正好落在黄金区间里边了？这是不是说明，为了使得生命出现，一个更高级的智能设计者在创造宇宙的时候，早已微调过这些物理常数，使它们都非常精准地落在了黄金区间里边？这就是宇宙微调论证明。哎呀，有时候想想啊，这个微调现象还真挺神奇的，真的。这个宇宙还不是有一点巧的问题哦，而是太省略号太巧了，巧到让人不可思议。这个物理学家李斯莫林就推算过，如果这些基本的物理常数是随机选出来的话，那么要随机摇号摇出一个能演化出生命的物理常数的套餐组合的话，这个中奖的概率是10的229次方分之一，也就是10后面跟229个零分之一。这么巧的事儿，你可不能跟我说这是乱打的呀，乱打可是打不出10的229次方分之一的呀。那有人就反驳说了，哎呀，这不就和之前提到的那个迈克尔贝希说的那个不可化约的复杂性是同一个思路吗？就是每一个参数都很巧，然后组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更巧的整体的套餐组合，才形成了这个适合生命生存的宇宙。那我们呢，同样可以通过演化论的思路来反驳这个啊，就是说呢，这个宇宙诞生到今天呢，已经138亿年了，这么久的时间不断的试错，仅仅通过自然选择就可以让这个宇宙演化成一个适合生命生存的宇宙喽。这就相当于中彩票的概率虽然小，但这个时间足够长啊，买了138亿年，怎么着都该中了吧？但是你不要搞错了哦，宇宙微调论者说啊，请问演化的前提是什么？是这个东西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吗？对吧？然后呢，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变得越来越适合生存。但是请问，什么叫物理常数？常数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变量啊，它是不变的量，所以它叫常数嘛。这就好比呢，现在的光速是29979,2458米每秒，怎么着？难道100亿年前的光速比现在更年轻一点，所以跑得更快一点？我们知道啊，生命是可以发生演化的，宇宙环境也是可以演化的，但是物理规律和物理常数是自从宇宙诞生起就是恒定不变的。这就是说呢，自然选择对解释物理常数不起作用。这一下确实就把这个无神论者直接给整懵了，因为宇宙微调论把自然选择的武功都给废了。那自然选择这招不好用以后，无神论者真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击了。所以说啊，你要是跟这个科学家讲宇宙设计论啊，你光是讲这个宇宙好巧啊，这就显得你很没文化。你要是跟他讲这个宇宙微调 fine tuning 啊，人家至少要认真对待你这个说法，因为毕竟啊，当你知道了这些底层的真相以后，就不得不发出养老的那个感叹，就是当你知道的越多，你就很难相信这个宇宙是偶然产生的。这个宇宙啊，太巧了，它还不单单是生物学上的巧啊，生物学上的巧可以通过演化论来解释啊，它是物理常数上的巧，那可真就太巧了。对于这种加倍的巧合，你必须给出一种加倍的不同寻常的解释。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过，非同寻常的论断需要有非同寻常的证据。当然了，这句话一般是用来反驳迷信或者说反驳有神论的，但是放在这里，我们套用这个句式也可以反过来说，就是非同寻常的巧合也需要非同寻常的解释，对吧？就是有些事情啊，我们发现太巧了，巧到简直不可思议。那最合理、最简洁、最省事儿的最佳解释就是这些巧合就是出于一个目的而被设计出来的。这就是宇宙微调论证明。你觉得这个证明有道理吗？好，说完证明，下面我们来说对它的批评。如果想要反驳宇宙微调论证明的话，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怎么样解释宇宙微调现象，对不对？怎么解释物理常数的取值都这么恰到好处？人家目的论者的解释啊，就是被上帝或者说被高级智能微调过。那你如果要反驳这个，你就需要撇开上帝解释微调现象。我们大概梳理了一下，如果要撇开上帝来解释微调的话，大概会有5种路数。我们一条条来说啊。第一种呢，就是说呢，这个宇宙的物理常数啊，其实并没有被所谓的调整的恰到好处啊，也就是并没有被 fine tune 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宇宙啊，一点也不特殊。你觉得特殊，是因为你自己就生活在这个宇宙里面，所以这个王八看绿豆，你就总会有一种一切都是最好安排的错觉路。其实啊，如果这个宇宙的物理常数取别的值，一样可以诞生生命。物理学家罗尼·哈利克等人就认为啊，即便这个宇宙没有弱相互作用，理论上依然可以演化出生命。天文学家亚伯拉罕·勒布就认为啊，即便宇宙常数啊比现有的大1000倍，在矮星系中的行星上也仍然可能存在生命。总之呢，这个宇宙并不特殊，并没有为了让生命诞生而被微调的恰到好处啊。当然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推测了，这就没法有实锤的证据了，因为这就是在假定啊，如果我们底层的游戏规则是不同的，我们能玩出什么样的游戏，这就不好说了嘛。
另外呢，你说即便物理常数取别的值也能演化出生命，好像这个演化出生命乃至演化出智能生命是很容易的样子。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收到任何外星文明的信号呢？如果宇宙常数并不特殊，那按理说外星文明早应当演化出来了。那么请问它们在哪里？当然了，这就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了。我们下一期节目的议题就是这个，我们这里先提前预告一下啊。那么对微调现象的第二种解释就是说呢，这些物理常数啊，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常数了。也就是说呢，它们并不是毫无道理被设置成这些个取值的，而很有可能是根据一个更为基本的大一统理论而计算出来的结果，对吧？我们之前也说了，这个物理学家想要找到一个大一统理论啊，现在不还是没能完全实现吗？那个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啊，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大一统理论，因为它还没有把这个广义相对论给囊括进来，所以才会有20多个所谓的自由参数，不知道是怎么得来的，看起来好像是被谁故意微调成那个取值啊。但是呢，当有一天啊，我们的物理学家找到了一个能够统一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更为底层的大一统理论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嗨，这20个数啊，其实并不是被微调出来的啦，它们就是被算出来的啦。到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些个数啊，其实一点也不精妙，一点也不神奇。你只要按照这个更底层的第一性原理计算，对吧？就是搁那儿计算，冰冷无情的计算，就把这些个数给算出来了。所以我们目前暂时解释不通的事情啊，并不能说明这个世界很神奇。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就解决喽。当然了，对于这个回应的再回应呢，就说呢，首先啊，这个大一统理论能不能找到就是个问题。上世纪的物理学家们呢，还在雄心勃勃的都在找这个，现在的物理学家对此啊都有点躺平了。另外呢，即便你找到了一个统合了目前所有物理学的大一统理论啊，也就是找到了一个解释范围更广的第一性原理，但是你依然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第一性原理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这个第一性原理恰好被给定的适合演化出生命的状态呢？对吧？你永远要面临这个问题。好，这就是对微调现象的前2种解释。那接下来的3种解释呢，招数都是试图把先前被宇宙微调论废掉的自然选择这套武功再练回来，继续拿这套武功再打人啊。我们先来说第3种解释啊，就说呢，这个宇宙的物理常数啊，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啊。我们之前也说了，物理常数啊，它不是变量，所以自然选择对这种不发生变化的东西呢，就不起作用。但是如果所谓的物理常数也是在时间中发生变化的呢，那这样的话，自然选择就能解释为什么它的取值啊就这么巧妙了。因为在漫长的138亿年的时间里面啊，通过试错的算法，恰好在这个时间点的这个宇宙空间里边，物理常数的取值恰好演化到了适合诞生生命的区间里面喽。早年间呢，物理学家狄达克就认为啊，这个万有引力常数啊，也就是我们中学时候学的那个牛顿常数或者叫做重力常数 G， 是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它是随着宇宙年龄的增大而变小的啊。当然这只是个假说了。另外呢，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精细结构常数阿尔法，最近一些年呢，也有物理学家认为阿尔法的取值是随时间变化的，而且这次不单单是假说了哦，而是有一定实验证据的。1999年呢，澳大利亚的天文学家约翰韦伯通过观测120亿年前的类星体发出的光谱啊，测算出120亿年前的阿尔法的取值和目前地球上阿尔法的取值相差了100万分之一。2000年呢，韦伯团队又观测了143个类星体的光谱啊，又测算出阿尔法在过去10亿年间大约变化了20万分之一。当然啊，有其他科学家认为这很可能是观测误差啊，而韦伯团队呢，则坚持认为自己的观测和计算是准确的。当然了，目前这还在争论之中啊，还不能实锤的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物理常数真的会发生变化的话，那么我们的三观就要重新建构了。这说明广义相对论很可能就要被推翻了，或者至少要做出重大的修正，它带来的未知比带来的已知要更多。好，第3点解释我们先说到这里啊。那么下一种试图练回自然选择这一招的解释就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物理常数套餐啊，只是多元宇宙中的其中一个套餐。刚刚说了，这个物理学家在试图找到一个大一统理论，其中就有一个叫做 M 理论，就是候选之一啊。这个 M 理论啊，其实也就是美剧《生活大爆炸》里面 Sheldon 早期研究的那个超弦理论。这个 M 理论呢，也是霍金在《大设计》这本书里面狂吹的一套理论吧。这个理论呢，它就是支持多元宇宙的。这怎么说呢？就说咱们这个宇宙的物理常数啊，也并不一定非得取这样的数值。那为什么恰好取了这样的数值呢？因为 M 理论允许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物理常数的组合套餐，大概有10的500次方这种组合啊。那么这些不同的组合套餐呢，也就对应着不同的平行宇宙。在不同的平行宇宙里面呢，就有不同的物理常数，因此也就有不同的物理规律。就比如说了，在有的宇宙里面，空间就不是三维的；在有的宇宙里面呢，上夸克就比下夸克的质量更重，因此就没有化学反应。所以这就造成了在绝大多数的平行宇宙里边是没有演化出生命的啊，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啊。也只有在极少数的宇宙中，物理常数
数的套餐组合适合演化出生命，而我们就恰好生活在这极少数的宇宙之中。所以说呢，并不是有一个设计者微调了我们这个宇宙的物理常数，你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宇宙的物理常数特别巧合的符合了生命演化的条件，但你没看到的是绝大多数平行宇宙一片荒凉。确实，物理规律在这个宇宙里面没法演化，但是咱们这有多重平行宇宙，不同的宇宙有不同的物理常数，所以自然选择对物理常数又能发挥作用啦。这就是 M 理论对微调现象的解释。那当然了，也有人再反驳说这个 M 理论呢，目前只是一个数学推算，并没有什么物理学证据，对吧？存在别的平行宇宙里事儿，你说到哪去找能测量的证据？所以这个 M 理论呢就没法证伪。现在是越搞越玄乎，这 Sheldon 后来不就是搞不下去，换了别的研究方向了吗？好，这就是第4种对微调现象的解释，就是多元宇宙。那第5种解释呢，和这第4种有点类似，也是说咱们这个宇宙不是唯一的，所以自然选择还是能对物理常数发挥作用的。而且更进一步呢，这个宇宙之所以能够受到自然选择的作用是因为这个宇宙本身就像个生物体一样，是有生有死的，而且宇宙是会繁殖的。这个物理学家李斯莫林就提出过一个说法就说呢，咱们这个宇宙里面不是有黑洞吗？我们都知道黑洞产生的机制就是这个恒星燃尽以后引力坍缩。如果这个星球的质量足够大的话，它就会坍缩成一个黑洞。然后呢，这个黑洞的物质会被压缩到一个无限致密的点上也就是压缩到一个起点之上。而斯莫林就认为呢，在它达到起点之前黑洞里的物质可能又会开始膨胀，并且大爆炸出一个新的宇宙来。所以这个宇宙呢，就像出芽的方式通过这个黑洞坍缩爆炸而不断的自我复制。这个宇宙就是一个生物体。那么从上一个宇宙的黑洞里面所生出来这个新宇宙它当然也是具有繁殖能力的，也就是它也会产生黑洞。这个道理也就是个生物学的道理嘛，就是说呢，在生物学上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某个生物具有某种特定的性状呢？就比如说为什么人类具有这个对生拇指呢？答案是因为对生拇指有利于人类的繁衍那么自然选择就会把对生拇指给筛选下来喽。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在宇宙尺度上，我们如果问为什么这个宇宙的物理常数被设置成这样，是因为有这样常数的宇宙可以使得黑洞形成，从而进行自我复制，所以自然选择就会把有这样物理常数取值的宇宙给筛选下来喽。那么旧宇宙会生新宇宙，而这个新宇宙的物理常数会与上一个旧宇宙略有不同，对吧？就跟我们生孩子似的，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基因变异嘛。这个孩子跟我很像，但也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那么随着繁殖的代际不断增多，多到一定数量级以后，其中怎么着都会演化出一个物理常数恰好是适合诞生智能文明的宇宙喽。这就是自然选择的力量。那当然了，对这种生物宇宙的说法呢，也有其他学者进行了批评，或者准确说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宇宙学家爱德华·哈里森和暴胀理论之父阿兰·古斯等人就认为呢，就说是我们承认这个宇宙是通过黑洞坍缩不断创生的，这个理论没问题。但这个创生的机制呢，并不完全是来自自然选择。为什么呢？因为靠自然选择来演化出一个各项物理常数都适合演化出智能生命的宇宙这个概率实在是太小了。而要提高这个概率呢，完全可以通过有目的的安排来实现，对不对？比如说基因编辑，对不对？这就相当于是说呢，通过自然选择来筛选出一个物理常数适合演化出智能生命的宇宙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通过基因突变来突变出一个天才儿童出来。这得生多少代这个概率实在是太小了。而通过基因编辑，我们可以直接定制出一个天才儿童出来，对不对？正所谓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如果我们人类掌握了科技手段，我们就可以打破自然选择的束缚，而有目的的创造出一个适合演化出智能文明的宇宙。那这个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呢，上一个宇宙中的智能生命也就是外星人，或者应该叫做外宇人，通过高科技创造并且微调了我们这个宇宙，使得我们这个宇宙能够演化出智能生命也就是我们人类。那等我们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呢，就比如说人类发明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我们就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制造黑洞，从而创造新的大爆炸，诞生出新的宇宙。当然了，我们人类的使命也是在创造新宇宙的时候呢，把这个宇宙微调成适合演化出智能生命的状态，把这个智能在多重宇宙中传承下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创造者就是上帝喽。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创造我们这个宇宙的外宇人的宇宙又是谁创造的呢？对吧？这就回到了此前我们讲阿奎那的时候提到的，就是无限回溯成立不成立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没完没了了。好，那么关于宇宙微调证明及其批评，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会议总结。
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分享了3大类，总共5种对上帝存在的证明。简单总结一下，宇宙论的证明是说呢，这个宇宙的开启啊，必须要有个第一因，因为万事万物自己不能作为自己的原因，事物的运动变化的原因来自于其他事物，因而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因果序列，而无限回溯是不成立的，因此这个因果序列必须定于一个不再有其他原因的第一因，这就是上帝。那么本体论证明呢，是一种先天证明，也就是通过逻辑推导的方式进行的证明。也就是说呢，只要我们能够设想出一个最伟大、最完满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必然真实存在，否则将会陷入逻辑矛盾。那么目的论证明就是说呢，这个宇宙的秩序啊，太巧合了，超乎寻常的巧合，巧合到很难认为它是偶然产生的，巧合到它是由更高级的存在者刻意设计出来，才算是对这种巧合的一种最佳解释。当然了，这个目的论的证明呢，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啊，也融入了一些科学发现作为素材和论据。那智能设计论者认为呢，生命体的生物化学结构超乎寻常的精妙，很难相信是偶然产生的。那宇宙微调论者认为呢，这个宇宙的物理常数超乎寻常的精妙，很难相信是偶然产生的，因此设计者的设计是更合理的解释。今天介绍的这3类证明方案，你更认同哪一个呢？或者你对于这个大问题有没有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今天咱们探讨的这个所谓的上帝问题呢，也算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形而上学问题，也就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他的《形而上学导论》这本书中的第一句话：为什么万物竟然存在而不是无 ？Why are there beings at all instead of nothing？ 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最基本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竟然存在？它是没有道理必须要存在的啊，它完全可以不存在啊，但是它竟然存在。我们对此需要有个解释，否则我们受不了没有解释的状态，因为毕竟这个世界里边有个我啊，我在这个世界里边啊，我不能无缘无故的来到这个无缘无故的世界上啊。虽然呢，这解释都追溯到138亿年前了，看起来好像跟我没有关系的，但某种意义上，这138亿年前的事儿还是跟我有关系的。我希望它有个解释。今天我们分享了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对这个大问题的解释。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